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学做好人与学好好做人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一样其实意思是不一样的，内藏乾坤道理很深学做好人是学习启发自己的爱心跟悲心简单讲就是慈悲。那学好好做人呢，是学习立身行事跟做人处事的智慧。所以学做好人是慈悲，学好好做人是智慧学做好人是要入人群去见苦知福，学好好做人是要入经藏去福中修慧把它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捐钱做好事就是学做好人，参加做志工就是学好好做人。因为有做好事就是学做好人有在做志工就是要在人群中借人事境界呢去修炼自己的心这样就是在学好好做人。所以有爱心去做好事很重要，但是能做一个有爱心又有智慧的好人，那就更重要其实把它分析起来了学做好人比较简单，学好好做人这个比较困难。因为学做好人自己一个人做就可以啦，过年过节啦，去老人院孤儿院发放物资或捐一点钱这样就是学做好人但是要学好好做人就必须在人群中你磨我，我磨你，大家磨来磨去。那刚开始呢，每个人都是有棱有角好像甚至像牙签一样，两头都尖尖的到处伤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磨练之后呢，虽然磨人的人会威台湾话就是威啦，磨人会威啦，红磨会圆啦，被磨的会圆那最后大家呢都变成圆的这个就好像在海边我们看到的石头每一粒都是圆的，因为他们长期接受冲刷，彼此磨来磨去最后每一粒都是圆的。那做人处事的道理也是一样那这个过程呢叫做什么？磨来磨去，这个过程叫做学好好做人所谓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道理也是一样不经历一番寒透入骨的风霜又怎么能够闻到那扑鼻而来的梅花香气呢？所以学好好做人就比较困难一点不过啦，虽然会辛苦一阵子但也会幸福一辈子因为懂得如何在人群中去懂得如何人缘事缘理缘，也因为懂得了生脱死，就比较不会贪生怕死甚至呢可以出生入死那这个就是菩萨嘛。那要做菩萨就要先学好好做人人先把它学好，人都做不好，那怎么做菩萨呢？很有道理那学做好人跟学好好做人虽然用词浅淡，但意义深远要福慧双修的话呢，就必须选对学习的法门，也要选对教导的老师，而且还要持之以恒经过日积月累才有可能看到学习的成效所以呢，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因此也可以说是无上甚深微妙为什么是甚深微妙就好像证严上人所说的《法华经》随便挑2个字来讲都讲不完是精神层次非常高，而且呢极其难懂的一部经那《法华经》很难体会，然而真正的体会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跟工作中所以要用世间法去体会佛法，要先人缘事缘理才会圆上人继续说，佛法没有速成班，不是1日1月1年或一生一世就可以成就了，而是要累生累世需日积月累的精进所以佛经都是用劫来形容世间嘛，百千万劫嘛，对不对？那道理在此上人继续讲我每天
在尽思成语中的开示，最重要的部分是讲经文之前的那一段那一段是先讲人间的世间法，人间法如果弄不懂，绝对没有办法去了解真实法。以上这一段呢是证严上人精辟的开示法华经难以理解，因此才说无上甚深嘛。虽然艰深难懂深奥微妙，但知难行易因为真人真事的慈济人慈济事，就是在行法华经那这样一听，就觉得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平常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虽然甚深，但是呢微妙，道理在此同样的道理，学好好做人容易吗？好像很容易，又好像很难，好像很难，又好像很容易。那到底是难还是易其实不管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都不重要了。我们要把它化繁为简简单一句话来讲，就可以让我们心开意解，跳脱框架。这句话就是明朝的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重要过知难行易或知易行难那知行合一跟佛法所讲的解行并重全实一体，道理是相通的。佛法甚至强调无难易之分叫做非难非易那这个以前我们在读书会有提过好几次了非福非祸啦，非顺非逆啦，非进非退啦，非前非后啦，非好非坏啦，等等，也就是不二法门的道理啦。我们今天就不再详细解释，我们来解释知行合一的意思是什么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说，先不管事情是困难还是容易，只要知道道理了，就要去做。这就是证严上人讲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即使知道会有困难但做就对了，先做再讲，最后也会体悟，原来困难只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道理不深，一听就懂了这个其实就是行菩萨道的行动纲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要想太多，一思就好，不要三思。那学做好人跟学好好做人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学，一个是做。学就是知道，做就是行动那学了就要去做，知道了就要去化为行动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的六祖坛经说自悟自度，悟是看清，度是行动，没有行动的悟称不上是真悟。所以要行动就要先看清楚，看清楚了就要行动有经过行动的悟才能叫做真悟，没有经过行动的悟不能叫做真悟。那真悟就是真正彻悟的意思啦，也就是透彻。上人开示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到这两个字台湾话叫做透彻不能纸上谈兵，画饼充饥的意思啦，而是要务实去实践。同样的道理要学做好人或学好好做人就必须深入人群去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这样的道理就是在实践佛法，而不是在研究佛理研究佛理不是说不好啦或不对啦但只是研究佛理呢虽然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学者跟专家，但这个跟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要解脱跟觉悟呢，还是要亲自去付出跟投入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脱跟觉悟嘛，这是自己的功课要靠自己去完成这样才会如六祖坛经讲的真悟。真正的悟是要经过行动呈现出来的所以要大彻大悟，就要悟跟度双管齐下那解跟行呢双轨并行，也就是说认清方向之后呢，就要精进行动
这样才能够从一刚开始的迷者失度，最终走入悟者失度啊。刚开始不懂，很迷惑，最后呢，因为多做多得嘛，开悟了，就自己度自己的。虽然坛经有说了迷者失度，悟者自度，但是又说自度非悟，要自度度他，方是真悟。意思是说，自度还不够哦，还要度他；那自觉还不够哦，还要觉他；自利还不够，还要利他。同理呢，有学做好人还不够，还要学好好做人。学好好做人是内修学做好人是外行这样修于内行于外叫做心行平等解行合一，知行合一，也才叫做修行曾子赞叹颜回认为颜回是以能问于不能认为呢颜回自己已经是博学多闻了，懂得很多的啦，但他还是去请教比他不懂的人这个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刚刚是曾子赞叹颜回那孔子也赞叹过舜尧舜那个舜就说到了好问好察而言这句话我们以前读书会有讲过意思是说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头的含义，很会去分析跟研究所以以能问于不能，就是不耻下问嘛，问比自己不如的人嘛不耻下问嘛。那好问好察而言，就是虚心好问，已经很懂了，他还是去请教那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已经是很浅近的话，他还去研究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知道虚心好问那不管是不耻下问或者是虚心好问，都是大哉问因为有大哉问，才会有这些大哉教育里面的大道理让我们来学习所以曾子跟孔子他们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伟大。那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讲了很多的耳言，也就是平凡浅淡之言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如果只是单讲佛经我也可以把经文讲到飞天遁地，腾云驾雾出神入化，无中生有但这不是我讲经的方式，我是要把艰深难懂的经文用平凡浅淡的话跟真人真事来阐述，让大家听得懂也做得到这句话是正言上人的经典开示所以才说佛法要生活化嘛甚至还要人性化，要越学越平凡，不露痕迹，不费周章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那学佛久了也不必讲话佛言佛语动作佛模佛样的人家会听不懂也看不懂更不能谈玄说妙，哗众取宠显义惑众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师他10年前就已经圆寂了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一个真正要学佛的人要很平凡、平常、平淡千万不要一脸佛相，满口佛语，一身佛气不要搞这么多形式，反而引人反感那大师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所以真正学佛要先学做好人再继续学好好做人因为人都没有做好，更不用去谈佛了嘛。对，那南怀瑾大师呢又讲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人是很平凡的，不要奇特尤其在家学佛的平时不要装模作样给人家看起来你是与众不同的样子他说不要那个样子，真正的佛法是无形无相的，内修的时候就要警惕自己按照规矩来，那外行的时候呢就不要故作形象了那这段话讲的不修篇幅，非常直接那这是代表南怀瑾老师他务实者的思想跟风格，
跟维摩诘居士一样，都是大乘佛法的先知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证严上人也讲了一句跟南怀瑾大师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证严上人说很懂得艰深的佛理，但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这样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同样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学做好人跟学好好做人的重要也就是佛法上所说的人格成佛格就成了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讲人格讲人缘就是强调以人为本的精神其实真正的佛法是没有定法的，所以我们读书会经常会提到法无定法，法本无法那说法传法或弘法也不一定要佛言佛语有时候一句佛话也不必讲一个佛字也不用提就能够将整个道理就让别人听得很受益也很受用，而且听着听得还会起欢喜心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所说的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处处都是佛法，因为佛法已经跟生活或工作全然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善巧方便的妙法所以诸山长老跟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他们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什么态度？就是菩萨游戏人间这种务实的态度也就是佛法生活化的处事态度。那刚刚前面孔子讲的好察耳言，这个耳言就是指接近庶民的语言而不是佛言佛语耳言才能够接地气，人家才听得懂。其实我们的直播也是一样不止艰深难懂的经文要用口语化或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甚至已经是白话文了还要把它讲的大家一听就懂。举个例子，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耳言有讲刚开始有讲一次平凡浅近之言，但我在讲第二次的时候就把它改为平凡浅淡之言因为浅淡比浅近更容易听得懂所以我们这个直播也不是随性随口就开讲而是字字斟酌。那我是认为要这样用心呢，才是对诸位这个同修听者的尊重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些话因为太平凡浅淡我们反而容易怎么样忽视它，稍微不注意听呢就忘了把它记下来。笔记即使有记下来都还不一定能够记得起来何况是没记下来，那更不可能把它记起来。所以才说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那不止重重听，还要用心记下来并且常常去温故知新不重重听的话，很容易听了就过了更不会把它记下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习惯我如果没有30年来的勤做笔记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就没有因缘了，没办法直播了，哪里找那些内容因为需要这么多的内容跟资料呢，而这些内容跟资料都是来自长期以来不断的做笔记，一直累积才有可能嘛。人家花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读书会，我们不能言之无物不能讲一些风花雪月、浮华空泛、言不及义或者妖言惑众等等无益身心的东西不能讲这些东西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几年前证严上人一直呼吁大家要早起闻法但是就有一些不方便的人会借口说哎呀，上人每天讲的都差不多不是生老病死就是见苦知福后来证严上人知道以后就开示说你每天3餐也是吃的差不多难道这样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很幽默了上人并且说熏法香即使你听不懂也要熏就好像待在喷有香水的房间里面
待久了身上也会熏染到香气啊，很有道理呀。这是一句平凡浅淡加上善巧譬喻的开示但是却蕴藏着深奥的道理这个也是智者轻轻讲，我们要重重听唐朝法眼文艺禅师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有一次呢，一位学生就问他了什么是人生之道？法眼禅师直截了当就回答：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那这里面有2个关键字一个是愿，一个是行嘛。行而无信愿不得成就，信愿而无行也是不得成就。所以愿跟行前面还要加一个叫做什么？信，叫做信愿行这是行菩萨道的3个条件如鼎这3足鼎的3个角缺一不可因为没有发心立愿的力，那是筋骨的力量虔诚发愿后的力，那是心灵的力量然而有愿而无行，那是空愿空愿没有力量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的，跟废纸一样所以才说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所以重要关键时刻的发心立愿，有时候会是成就道业的一大试因缘不能小看它就好像什么足球比赛的临门一脚一样进射得分这个时间点的拿捏必须恰逢其时所以是举足轻重，也是胜负成败的关键因为你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刚刚讲这个时间点的拿捏要恰逢其时要恰到好处，这个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很重要。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12年前也就是2011年叙利亚受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的影响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嘛，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那阿塞德政府用武力对付这个抗议团体而演变成什么全国性的内战，叙利亚内战嘛。那800多万的叙利亚难民四处流窜那祸延邻近的国家跟欧洲地区各位看那个新闻就知道，有的举家翻山越岭徒步逃离，有的坐船逃难而发生帆船溺毙其中有些难民逃到塞尔维亚。那时候正言上人就指示了有欧洲各国的慈济志工以大爱接力的方式去进行难民营的生活物资跟东西的发放在塞尔维亚那时候上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刚好我跟几位资深的委员跟上人一起。那我听上人这样子讲说要去帮助这个叙利亚难民我立即把握因缘，就跟上人说我想去那上人看我发心立愿，上人说好，答应并指示我说既然要去，就赶快办好签证，因为台湾的护照要去塞尔维亚必须去日本办理作业时间是2个礼拜蛮久的所以要先办好签证才能随时出发嘛。那上人跟我讲完以后刚好敲板要用五斋，这么巧五斋过后那另一位资深的委员发觉哎呦，刚刚没有跟着我一起发愿要去塞尔维亚感觉自己没有把握因缘，有点后悔啦。因此下午我们再度与上人座谈的时候这位委员找到机会就向上人表达要去塞尔维亚的意愿那这时候上人回答4个字：再看因缘，等于是没机会了啦。因此发心立愿也是要看时间点的拿捏是否恰逢其时蹉跎或犹豫一下，时间点跑掉了，那也会让因缘跑掉这件事情是师父给我们当弟子一个大哉教育甚至是震撼教育也不为过这件事情
至今我还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其实这样子的道理也不难理解了啊！这是为什么上人讲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也说1秒钟1辈子啊，并且说永恒即刹那，当下即永恒的道理呀。当下这1秒钟的念头的转动，影响深远。尤其佛法讲因缘啊，那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把握1秒钟的当下，而稍纵即逝啊，让自己失去一大世因缘，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也有一次啊，一个国际灾难发生了，那我跟一位委员同时发愿要去看灾啊。我们2个一起发愿都要去看灾啊，上人也答应了啊，这个时间点抓得很好，上人答应了。可是几天后呢，这位委员好吧，另外一位委员因为有事情无法成行，他就跟上人说啊，上人，我有事不能去看灾啊，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某某师兄啊，让给别人啊？上人回答他短短几个字，叫做个人因缘不同。意思是说，个人的因缘要靠个人自己去把握，因缘跟机缘啊，不是可以私相授受的，让来让去的。我没去就给你去，你没去就给我去，不可以这样子做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孔子讲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说，知道要学习的人啊，不如喜爱学习的人呐，不如那种很喜欢去学习的那种人呐，那很喜欢学习的那种人呢，不如学以致用而从中去得到喜悦的人呐。就因为大家都喜欢空口说大话，不切实际。为了矫正这种毛病呢，王阳明呢才会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嘛，并且认为呢，知是行的主义念头啦，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功夫，那知是行的开始，那行是知之成呐，行动是知道的一个什么一个成效如果不能去实践这一种知，就不是真知啦。就跟刚刚六祖讲的未经行动的悟不是真悟道理都一样。学好好做人跟学做好人跟学好好做人这2句话里面呢都有学跟做，学跟做就是知跟行的意思啦。那这个跟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跟正言上人讲的做中学，学中做，跟孔子讲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跟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几句呢，都是异曲同工，道道相通，非常奥妙。凡夫的习性其实是这样的志工参加赈灾发放啦，访视济贫啦，参加义卖义诊啦，或义演义唱啦，或资源回收啦，或参加各种室外活动等等呢，很有趣，兴致都很高，因为很有意义的所以意愿也很高。但是要他静下来读书呢，或了解经文来深入经藏，或参加培训来充实理念，或参加读书会等等要他静下来，这个就叫意兴阑珊了，兴致缺了。全球的慈济据点志工都是一样，证明凡夫性都是一样平等的。其实这也是一种众生平等，叫做自性平等的。疫情前活动很多，也活动很正常，大家很多投入造成呢，因为常常在动，造成动有余静不足啦。所以那个时候是动久了而静不下来，也就是说身动容易心静难那3年疫情里面呢，活动暂停了，活动减少了志工们又被行动管制在家里了，也不能出国，别的国家也不能来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多人的心灵很空虚，精神很松懈这是疫情中啦。那疫情过后，现在开始解封了嘛，对不对？那各种实体活动实体课程纷纷恢复了。这个时候才发现，
静久了却动不起来了，因为精神松懈后呢，就会慢慢的懈怠，动员力量有减弱的现象。这也是印证一个道理的。以前我们讲过，精进入懈怠易，懈怠入精进难，人性就是如此啦。那从这里也可以衍生出一个道理哦，慈悲容易，智慧难，也就是学做好人容易，学好好做人困难。参加志工活动就是学做好人，这是慈悲；参加读书会来自我充实，就是学好好做人，这是智慧。也可以说呢，慈济宗门是动，静思法脉是静一个是动如狡兔，一个是静如处子动静呢不失序一个是学做好人，一个是学好好做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说来说去离不开权跟实权跟实方便跟真实的意思法门虽多，不离权实，权实之外别无他法，也就是学佛或做志工也好，最终都离不开有悲有智，有动有静，有理性有感性，两者都要兼具，保持平衡不能偏执一边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宗门是动刚刚讲法脉是静宗门是慈悲法脉是智慧那动跟静要搭配的好，就好像慈悲跟智慧啦也要左右平衡那偏执一边的话，就像什么火车倾斜一边一样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梁武帝以前我们讲过一次梁武帝一生呢所修的布施呢，谁比得上太大了。那梁武帝以他的权力跟威势呢，护持佛法，建造寺院历史上记载是480多座平常我们讲建一座佛塔，塑一尊佛像，福报就不可思议的更何况梁武帝是建480座寺院那梁武帝也很喜欢布施供养出家人书本上记载的是几十万人那这个福报实在够大了。但为什么梁武帝在晚年的时候还遭遇种种的不幸呢？布施这么多，造福这么多，福报绝对是有了，但为什么业力还是转不过来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生命课题一个这么有福的人，怎么不能以福转业呢？对，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呢，夸耀自己所做的这些佛教事业，他问达摩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跟他说没有功德。梁武帝没有得到赞叹，他认为达摩祖师跟达摩祖师话不投机我做这么多好事，你没有赞叹我一下所以他就不护持达摩祖师了那梁武帝就是错过护持达摩祖师这种大福德的机会关键在于缺少谦卑的心跟恭敬的心这些追根究底也是属于心量不大，智慧不足布施是有功德但一起傲慢心就完蛋了这个就是修福，但是没有修慧。那悟达国师也是起傲慢之心才有人面疮的故事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佛家强调无相布施跟三轮体空无布施者，无布施之物，无被布施者也就是离相修福得清净的福报离相修慧得清净的智慧，这是清净又崇高的境界。正言上呢也是很警惕我们慈济志工你所做的事情都必须离相，不是不要相，是不着相，也就是无所求。那有些人呢虽然很会行善布施，但却一边行善一边计较，有一个好胜跟计较的心，要人家赞叹他赏识他这样的心态，即使做了很多的布施，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福报是有了，但是还是转不了自己的业力的。这个就是修福不修慧很值得我们学佛者的警惕
那有些人呢，虽然懂得千经万论呐，也很懂得佛理啊，也有四智辩聪，但没有广行布施，没有入人群去广结善缘，所以福缘不够，众生也觉得不够多。那福缘不具足的人呢，说出来的话人家听不进去了。你讲的话即使是佛理啊，是近似语，人家也听不进去了。满腹经纶跟满肚子的大学问，但却没有那个福德呢，去教化众生呢。这个就是什么？修慧不修福啦。很有智慧没有错，但是讲的话人家不听，这个也是一种状况啊。对啊，声闻跟缘觉不能成为菩萨，但菩萨却随时可以成为声闻跟缘觉嘛。声闻跟缘觉只是求自利的人呐，菩萨是求利他的人呐。所以梁武帝的例子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对还未行善造福的人呐，我们就鼓励他学做好人啊，跟他讲以福转业哦，以善消恶哦，那跟人生无常哦，人生是苦哦在讲这些道理让他先懂得去学做好人呐先修福的意思啦对已经入佛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只跟他讲学做好人，这个对他来讲是浅了一点不够，还要再进一步鼓励他提升为学好好做人这是增长做人处事的智慧那有的好人是很会行善布施没有错但是呢智慧不足也是有简单讲呢，见苦跟知福就是中门见苦跟知福都是中门那福中修慧呢就是法脉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就好像对初根基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因缘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简单的跟人生是苦这个道理，这初阶版的。那立根基的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什么？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不能偏执一边不偏空也不偏有啦这个道理是什么？是进阶版所以对不同的人呢，讲不同的法叫做因缘说教修福不修慧的道理，如果以实际的法门来解释的，叫做只入宗门不知法脉，也可以解释为只入人群不入经藏两者要双轨并行，相辅相成，才叫做福慧双修有一位志工呢，对志工培训课程呢很有意见常常问为什么做志工一定要上课呢？那我就跟他说了很爱做志工，叫做学做好人，要来上课读书，叫做学好好做人学做好人是入人群是宗门，学好好做人是入经藏知法脉，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那只爱做志工不爱上课，这个叫做有外行而无内修很爱上课但不爱承担工作，这个叫做有内修但是无外行两个都不符合如来真实义真实义就是内修加外行两个都要兼具才可以简单讲就是孔子讲的好仁不好学，其必也愚孔子讲的好仁爱的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行善做好事也就是学做好人那不好学呢？不好学意思就是说不好好学做好人那而这样子的好人不好学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只有一个就是很有爱心但是很没有智慧的人有爱心却没有智慧的好人那大学这一篇里面的礼记里面的大学里面的有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而后有定，这个知止呢，就是心灵有依止，身心有寄托一个人要身心有所安住，意志力才会有定力的。这个也是要有规律的生活步调跟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基础既然身心安住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了这个就是不许再动摇了这个叫做知止而后有定身心有依止以后就要定在那里的所以止是定的条件，那定是止的境界，
简单讲，即使做一件小事情或参加一个小活动，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守之不动呢，这也是定的功夫了。这样讲起来好像定的功夫好像也不是很难哦。其实人最怕的是什么？心猿意马啦，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一半啦，心念不能专注，目标到处漂移这个是心的不专跟不定，佛法上叫做掉举那平时我们心中呢，杂念翻腾很容易造成心烦意乱、朝三暮四如果时时能够透过静思跟沉淀，让心中的妄念逐渐止息下来、平静下来，一旦这个定力呢日益增长那本具的智慧跟佛性呢，就会逐渐开显出来这个时候呢，智慧一旦启发了，那做人就会比较圆融跟圆满而不是烂好人也不是妇人之仁这个有智慧在里面这样就是学好好做人刚刚大学里面讲的最后一句“虑而后能得”这个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所成就，有所收获。那指道业增长的意思道业增长了嘛？那道业增长的具体成就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不但可以学做好人，也可以学好好做人这样就是福慧具足的自在人生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祝福线上同修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